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需要让萧炎待会闯兽巢的时候小心一点。虽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但能成功闯过的不足1/10。魂玉和九凤也不过是想借助这些人的力量，尽可能的深入兽巢，到时候再各凭本事突破。萧炎心头一抖，要知道这里光是斗尊强者就有上百名，如此强悍的阵容居然都无法突破，可见兽巢究竟有多恐怖。黑压压的人群飞过，萧炎望向那片黑色平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冷气。地面上一头头体型庞大的凶兽蔓延到视线的尽头。魂玉说联盟是由他提起，那队伍最危险的尖端就由他的人顶替，等到他们力竭后再换人上去。说罢，魂玉的目光在萧炎和薰儿等人身上顿了顿，便带着10几名身着黑袍的人影率先出发。萧炎一群人也缓缓升空，停留在居中的位置，这里承受的压力相对要小一些。天空上的队伍形成一个箭矢般的阵型，队伍和兽巢接触的刹那，一股股强悍的斗气喷涌，周围100丈内的凶兽几乎是成片成片的被震死。但随着越发深入兽巢，他们的速度被生生的拦了下来。薰儿随手甩出一道攻击，脸色凝重的让他们千万不要被缠住了，否则一旦陷入兽巢中必死无疑。局面越发艰难，众多强者联手也无法震死凶兽后，便是惨烈的赤身肉搏，整个队伍的速度都停滞了下来。萧炎发现最前面的魂玉等人已经全部消失，此刻顶在前方的是一群群不断被后面队伍推出来的强者，他们无法后退，只能往前冲，直到被凶兽撕咬致死。而他们死之后，后方的人会再次被推进的队伍强行顶出去。为了活命，他们只能往前冲，不断的循环下去。等到队伍缩水了将近10倍后，萧炎才终于在后方发现了魂玉等人的身形。薰儿传音给萧炎，这支队伍马上要彻底破碎了，到时候只要魂玉等人率先动身，他们就立刻跟上，后面的路也只能靠他们自己。很快，魂玉等人就抛下众人独自离去，萧炎他们也紧跟而上。而在他们动身时，天妖皇族和队伍中好几波人也都跟了上去。这些人早就明白了魂玉的阴谋，只不过他们也想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抵达这里罢了。而在他们走后，剩下的上百人很快就成为了凶兽的口粮。萧炎和古清扬在前方开路，形成3角阵型，将最弱的人保护在内。好在萧炎他们有丹药支撑，才能面对源源不断扑过来的凶兽。薰儿发现前方的魂玉他们消失不见了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即将抵达兽巢的尽头。冲过兽巢后，萧炎望向深处，1000丈之外，一棵树荫极其庞大的古树屹立在天地之间，一股沁气在古树上空荡漾。萧炎的心脏砰砰跳动，他按耐住心中的火热，带着薰儿他们直奔远处的古树。他们动身时，后方的兽巢中也冲出了几波狼狈的队伍。看到萧炎直奔菩提古树，他们顾不上休息，赶紧跟了上去。菩提古树100丈外，魂玉和魂族的人正等在那里。萧炎在他们不远处停下，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这棵庞大的无法形容的菩提古树。古树散发的清气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但不知为何，萧炎隐隐间感到一种不安。这种不安来源于他如今越发强大的灵魂。后方的几支队伍赶了过来，天妖皇族的九凤上前问魂玉他们，好不容易到了这里，怎么反而停了下来？魂玉转过身，笑着说，既然大家的目标都是菩提古树，那自然是要等着一起。众人早已看清魂玉表面和善，骨子里却是极其阴狠，因此对他的话，他们也只是皮笑肉不笑的意思一下。脸皮厚的魂玉丝毫不在意他们的反应，他手指了指后方的菩提古树。虽然他们突破了兽巢，但最难对付的还是古树本身。魂族的古籍上记载，曾经有一位半圣实力的先祖也遇见过菩提古树。等魂族强者接到他的传信前去求救时，那名半圣强者和菩提古树已经彻底消失了。魂族猜测他多半已经陨落在菩提古树手上了。
说罢，魂玉一行人走向菩提古树。毕竟人已到齐，现在可以试试看古树究竟有什么诡异的地方。萧炎和其他几支队伍都跟了上去，他们费尽心机走到这里，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。离古树越来越近时，青林突然告诉萧炎，菩提古树看似生机勃勃的清气中，隐藏着一种有些阴冷的晦气。这种晦气拥有着很多类似人类的负面情绪。萧炎心中的不安也越来越清晰。突然，前方的魂玉等人再度停下脚步。这里离菩提古树已经相当的近，萧炎等人逐渐感觉到一种极为隐晦的阴冷融入骨中。在菩提古树树干大概100丈处的位置，有一团明亮的如同能量心脏一般隐隐间跳动的光团。当菩提心3个字从一些人的嘴里传出，菩提古树突然传出细微的哗啦啦声，密密麻麻的树枝缠绕在一起，当它们接触到地面时缓缓裂开，5道身影面无表情地从中踏出，一股属于半圣强者的可怕威压弥漫。萧炎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发现那5名斗圣强者体内都没有灵魂和生机。一想到这些半圣强者是被菩提古树控制成傀儡，在场所有人的心头都开始发寒。魂玉的目光停在了一个身着黑袍的半圣强者身上，那人就是魂族古籍中记载的与菩提古树同时失踪的半圣先祖。古青阳等人一脸的凝重，他们这里所有人加起来怕都不是这5名半圣的对手，但菩提心近在眼前，让萧炎他们就这么放弃的话也不可能。萧炎看了看自己这边的阵容，他们这边联手应该能和1名半圣纠缠。萧炎沉吟片刻，既然这里没有人想退走，那便只有硬拼。现在还有7支队伍，他们一行人会拦住1名半圣，剩下的4位就交给他们自己分配。魂玉和天妖皇族的九凤各自承担了1名半圣，剩下2名半圣则交给了另外4支队伍。分配好后，萧炎缓缓踏出3步，体内的斗气铺天盖地地呼啸而出。原本如同雕塑一般动也不动的5道傀儡，其中1人踏着看似僵硬，实则极为诡异的步伐，瞬间出现在萧炎面前，直接一掌轰碎空间，对着萧炎闪电般拍去。在萧炎一群人和半圣傀儡交手时，魂玉和九凤以及其他4支队伍也全都迅速跟上。萧炎一行人和那名半圣傀儡交手了近20分钟后，除了萧炎、古青阳、薰儿等主力，其他花宗的长老们只要被傀儡的劲风擦到一些，就会在短时间内丧失战斗力。萧炎大喊了一句打傀儡的脑袋，就施展出金刚琉璃身和八极崩。在萧炎和薰儿、彩铃等人的大招伺候下，那名半圣强者终于被爆头，他的身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化，最后化为粉末。除了萧炎和薰儿2人，他们这边其他人也全都受了伤。萧炎让他们服下丹药后都休整一下，在这种充满危机的地方，必须要让体内的斗气保持充盈，才能让自己的小命得到保证。此时魂域那边已经有1名魂族强者被震破心脏而亡，不过他们的实力不弱，也将那名半圣傀儡死死地压制住。而九凤那边也同样牵制住了他们的对手，但另外2处战圈彼此间完全没有默契，皆死伤惨重。薰儿问萧炎可要出手相帮，但这些家伙都是竞争对手，而且现在也不是发善心的时候，所以萧炎并没有打算帮忙。萧炎的视线转向菩提古树，古树的古怪让他清楚此行必须要万分小心，不然的话宝贝拿不到，反而会将自己赔进去。很快魂玉和九凤这边都将他们的对手击败，他们和萧炎一样，对于其他2处战圈都选择了冷眼旁观。等到那4支队伍损失惨重后，才终于将他们的对手击灭。萧炎见他们这边的人全都恢复后，建议实力没有6星斗尊的人留在这里，不要再前行。花宗的几名长老相互看了看，让云韵陪着萧炎去，他们便陪着纳然嫣然留在这里。见萧炎和古族的人都走向菩提古树，生怕他们抢先一步的魂玉等人也顾不上休息，一挥手就带着人跟了上去。等他们抵达菩提古树树底后，古树高达100丈的树体中突然爆发出一道光柱，将萧炎他们全都笼罩其中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心头一惊，他们刚想施展斗气，却发现体内的斗气已经尽数消失，光柱迅速缩小，咻的一声，闪电般缩回树体中。
与之同时消失的，还有先前抵达树底的所有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